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节目。今天咱们继续讲中国反隐身雷达研发历程那个系列第一篇第二章，夜鹰 F117无处遁形。摘要：经过不断的尝试，基本摸清楚了侦测夜鹰 F117的关键技术，为以后对采用类似的技术侦测猛禽 F22和那个闪电 F35进行精准侦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好，正文七拐八拐来到市郊的一栋大楼，雷达照射车就停在里面。进去一看，是谐振管老化造成了波束不稳。这其实不是我们的问题老毛子的产品质量本来就靠不住，可能是技术人员的通病吧。心里总是有强迫症的影子。那想着反正已经来了，那不如就动一下于是就问有没有备用的那个谐振管。那现场的那个指挥官说旁边有个小房间，你自己去找找看吧。然后呢，我打开门，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货架里面翻来翻去还真找到两个。那转身刚刚要出门，就看见那个后面对着几台设备。那最下面不就是我苦苦找寻好几天的那个两台滤波器吗？滤波器搬开上面的设备，把滤波器拿出来，确认了一下型号真是太高兴了。然后就去到照射车间里面，把坏的谐振管换了下来。可是接收车并没有和照射车在一起，这也是安全方面的考虑我找个借口说换了谐振管还是要测试一下，让他们带着我去接收车。刚开始赛组指挥官不同意，后来旁边一个不知道谁跟他说了些什么，那终于同意带我去了绕出去大概2公里，终于找到了那台接收车的阵地这里边的备件也是我曾经换过的，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设备调试应该算是最好的借口。按照厂里面车间的建议，重新修改了线路，又连接了新的滤波器。同时为了方便，我又在滤波器的后面加装了一个屏幕。这时候海哥过来催我该回去了，这里不安全。我对海哥说我要留下来保证我们的设备正常使用。另外我还有新的任务。我们这个工作的性质虽然不是军人，但是保密性质一点不比军队差。海哥一听就没有再多问，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声保重，叮嘱说明天同样的时间过来接我，然后就开车走了。我等在滤波器面前，等着看结果。晚上8点，空袭警报照常响起。大概晚上10点左右，报告说其他站点的导弹开始工作了。大概凌晨1点，这个站点的铃声响起，雷达开机了，几公里外的导弹也进入了战斗状态我很兴奋，坐在雷达操作员后面，把滤波器放在自己大腿上，紧紧地盯着旁边的屏幕。过了大概20分钟左右，开始有了反射源，也就是信号。但是抬头看看赛族大兵的屏幕我们的2个屏幕的显示内容都一样，这说明新的线路并没有产生额外的发现站点一直没有接到发射导弹的命令。但是窗口时间也就是站点照射雷达的开机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只能关机准备转场我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跟着准备转场。好在下个场地距离不远，大概5-6公里就到了。我心里想可以休息一会儿了。结果铃声大作，又开机了。这一次一开机就发现2个屏幕上有一些不同，就是我的屏幕比对方多了两小片杂点，而且从那个赛族大兵的屏幕来看敌机的方向是偏南，而我这里多出来的2个是偏东。我虽然百思不得其解，又不方便问从经验判断应该是侦测到了什么东西，貌似目标很小很杂，那会不会是鸟群呢？还好
仍然那个30分钟之内没有得到发射命令那关机收拾完转场，然后就靠在座位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接近中午了，把昨天晚上的情形大概记录了一下。刚刚吃了午饭，海哥就摸了过来，我也挺佩服海哥的，转场2次居然都被他找到了厉害。由于昨天很快帮忙解决了问题那站点的官兵对我非常礼貌。这一次这个站点没有看到毛子兵，倒是有些惊讶。路上跟海哥说起这件事儿，海哥说一部分毛子兵回去换防了，可能最近还会有补充。也许这2天太累了，回去大使馆衣服都没脱躺下就睡着了梦里边带着阿青一起回工厂，厂长亲自给我戴上大红花。车间的几个人年轻人吵着闹着要喝喜酒，闹闹哄哄的就开始做春梦了，你知道吧？心里面却非常高兴那突然间感觉是地动山摇，然后轻轻松松的睁开眼，猛然看到阿青居然就站在我的床边。哎天哪，我没说梦话吧？如果说了也不会被他听见吧？这难为情死了阿青看到我醒了，还问我梦见什么了，笑嘻嘻的，不会是做梦娶媳妇了吧？说的我脸一下子红了那我就问，你怎么在这儿阿青回答说，国内又来了电话，海哥出去了，所以他直接过来叫我，看见门都没关，就直接进来把我叫醒了。我赶紧跑去通讯室。要知道大使馆当时用的是那个卫星电话，死贵的那跟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咱们的那个通信卫星已经很方便了，实现了全球通信了，通讯成本大大降低那自从北斗组网以后，甚至可以收发短信了。还有那个墨子号的那个量子通信卫星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安全性能更是大幅的提升，全是加密的，高度加密无法破译从理论上是无法破译的那个情况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是祖国强大的一个标志对吧？那电话那头传来了车间张主任的声音，他询问这2天的情况，我一五一十的跟他讲了。张主任说他们在工厂那边也做了一个模拟装置，做了一些测试，从测试结果分析如果是鸟群，在中远距离范围上信号会有漂移，而且虽然目标不清晰有杂点，但是截面积要远大于普通飞机而且根据他的经验如果侦测到了夜鹰 F117那目标截面积要小得多那到底是技术主任听君一席话，胜读50年书张主任的讲解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我告诉张主任，这2天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继续观察，以后每天都会发邮件回去，请车间注意查收。其实邮件在当时是最方便的那些通讯手段，可以把细节都记录下来，还可以省下一笔不菲的电话费，卫星电话费挂了电话，想起来还没有跟阿青说谢谢，于是整理了一下凌乱头发回去找阿青。可是找了整个楼层都没看到阿青，倒是海哥已经回来了。我跟海哥说，请他晚上送我回去站点。海哥说他会跟赛方确认一下，因为这些站点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需要确认了新地址再出发。我们简单的吃了晚饭就出发了。虽然天已经擦黑但是由于时时宵禁，路上也基本没有路灯，全靠司机师傅的技艺和高超的驾驶技术才能够前行。其实在当时美国大兵已经配备了夜视仪，那这东西在晚上非常管用，不需要开车灯可以大幅度降低被发现的风险。这是2000年之前的战争，那个夜视仪已经成为美军的标配了。那据说到现在美军配备夜视仪装备达到人均 1.7 个。在这个夜视仪方面我们也在追赶，而且单从仪器的性能来说，已经跟美军不相上下了，点一个赞不错。来到站点都不用废话，直接把滤波器和屏幕安装起来。到了晚上10点，空袭警报准时响了起来。凌晨2点，站点接到开机的命令，我专心的在自己的屏幕上
观察，在30分钟的开机时间内没有发现异常。这晚上一折腾啊，加上下午睡了一觉，基本都睡不着了。这里有一个小一点的屏幕，我自己找了几个备用线路板啊，做了一个电视啊，可以收到无线电视信号。你看雷达技术人员厉害吧？啊，后面我还做过移动基站啊，那当然不是那种正宗的，就是土办法，可以用接受那个手机移动信号就行了，还能真切能够救命用的。那是后话，后面会有详细的描述啊，后面会有详细描述。那北约对塞尔维亚空袭的时候啊，舆论战也同时在进行，比如像 CNN 啊，有线电视新闻网，战时也通过无线信号发布新闻。这就是在美国为达到目的啊，不择手段啊。美国我们都知道啊 ，CNN 嘴上说的很高尚啊，高大上啊，其实跟其他电视台一样，都善于造假，都 fake news， 对吧？川普一直在 fake news， 一点没错啊。只是 CNN 造假的手段看起来高超一些，是吧？口号也显得更加高大上啊，更加忽悠人啊。尤其是在战时，比较容易蛊惑并不明真相的群众啊。尤其是在报道敌方信息的时候啊，基本都是经过精心剪辑过的。当然，为了增加它自身的可信度啊，大部分关于美军的内容啊，是可以公开的部分，它的可信度还是挺高的啊。那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的英语是过了6级的，虽然毕业以后在大山里面基本很少用到英语啊，然后呢，到了塞尔维亚跟塞族大兵沟通用的是英文，但是呢，我那个半吊子的英文水平啊，还是那个样子啊，没有丝毫提高。晚上收看 CNN 啊，倒是迅速的提升了我的英文听说能力啊，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语言的那个语境啊，对于提高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啊是非常重要。那个语言环境啊，据说在去年啊，几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为虐待同学啊，被美国关进了监狱。其实，在国外的留学生啊，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中国人抱团，中国人住在一起，都这样说的没错啊。平时还在中文的那个语言环境之下，不管你学习到底怎么样啊，外语水平是没有多少长进的，说的一点没错啊。但是关进了监狱，那英文水平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啊，有了显著的提升。你看，那这都是被逼的啊。那个时候我也是被逼的，用收看 CNN 的新闻台啊来打发晚上我睡不着觉的时间。然后在后面的几个月啊，我发现自己的英文水平真是突飞猛进啊，并且终身受用。你看，人要逼吧，人是有潜能的，要激发这个潜能出来。当然，那个看 CNN 主要还是为了了解新闻。那连续过了3天，虽然雷达上面没有新的发现，但是我发现 CNN 报道啊，会暴露夜鹰的 F117的动态。比如说2天前 F117 如果出动，并且成功摧毁了目标，那么在 CNN 的行动结束2天之后啊，会有报道，他会提及啊塞军损失的情况啊。这个发现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啊，它可以验证我发现的目标是否就是夜鹰 F117。与此同时，我也没闲着啊，重新研究了一下老刘的方案，加上最近的实际操作中啊对毛子雷达的了解，重新制定了一个方案，变更了测高雷达的波长，以此来提高探测精度。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手头的设备啊，能够探测到夜鹰 F117啊，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想要准确侦测并指挥导弹击落目标，还是有些困难啊。说动手就动手啊！一般来说，白天的时间，塞军的雷达大部分都处于关机的状态，塞族大兵都在抓紧时间休整。我就趁着这个时间啊，把新的线路啊、那个设计啊、安装啊、调试啊工作全部做完了。晚上等着开机的指令，然后对比2个屏幕，是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第一个晚上仍然没有发现，但是第2个晚上就有了发现啊，跟上次看到的情况大概差不多
仍然是有2个由小散点组成的目标，但是比上一次清晰了一些。盯着他们的飞行路线我就做了记录第二天上午接到海哥的消息，要去另外一个站点服务，而且我的小本子上面清楚的记着，这是第6天，也就是说还有4天我就要踏上回国的征程了，是吧？我当时那个心急如焚每天都盼着夜鹰 F117的出现但是自从被 F117 被击落之后它出现的频率大大降低了。来到新的站点之后我先做检查和备件更换，然后就开始改装线路，连接滤波器和屏幕忙的都没时间吃饭到了晚上，C 波段探测雷达那一般来说在站点那种 C 波段的探测雷达是很普通很常见的甚至高速公路上的那些测速雷达有一些都是 C 波段的雷达在防空系统里面C 波段雷达需要保持一个很快的自转速度，用来覆盖尽可能全面的扫描范围，因此C 波段雷达的机械系统稍微复杂一些，也比较紧凑它的易损件是一个转速探头，毛子原始设计采用的是电磁式的，在雷达系统这种电磁波强度大能量强的场合很容易出现故障。我们改进的以后用的都是光电式的我改进全部用光电式的，不过那个空间就是小很多了。一般来说体格魁梧的老毛子兵和塞族士兵都钻不进去太厉害了，他体格太魁梧了。那对我来说却挺合适，中国人比较瘦小是吧？改装以后还要测试，正好可以修改波长，也有借口安装滤波器和屏幕这一天比较幸运大概晚上9点就接到了开机的指令我稳稳的看到屏幕上面出现了5个不停闪烁的影子开始兴奋起来了并且记录了下来。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分析这几个影子应该就是 F117， 但是为什么之前都是2个一组出来，这次是5个一组出来呢我没想明白当天晚上关机以后没有像以往一样转移阵地，而是就地守候。大概在凌晨2点又接到开机的指令，这一次我的屏幕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发现，但是站点接到了发射指令。通常在防空系统里边雷达和发射车都是分开布置的，就算被敌军发现也可以增大生存的几率。我待在其中一部雷达车里边，没有亲眼看到导弹发射，但是在屏幕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导弹发射情况，也能够对战损进行初步的分析。这一次前后一共打了3发，先是击中了一个小目标，后来又击伤了一个大目标后来才知道应该是打下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伤了英军的一架台风。塞族士兵有点兴奋毕竟几天以来是第一次取得了战果，付出了就有回报，是吧？其实地空导弹部队全世界都一样都是默默无闻的，是吧？直到干掉了目标才能稍微放松一下那转场以后，我跟着塞族大兵喝了几杯伏特加不过那个也确实消受不起虽然我是东北人，也自认酒量凑合，但伏特加是60度以上的烈酒而且不管是老毛子还是塞尔维亚人，他们都喜欢干喝，就是没有菜了就一口一口这样喝咱中国人那个娇嫩的胃真的承受不了这样的折腾没人吃得消等于是喝那个高浓度的那个酒精了，是吧？60度不是就是酒精吗那第二天白天没事，晚上又是9点左右开机，记录了一下，发现没有夜鹰的影子。突然意识到F117是不是隔天才出动一次呢？有怀疑，但是没有证据，只能继续等。这个夜晚开机以后马上转场，而且似乎又回到了之前的一个阵地。
半夜又到了睡不着觉的时候了，打开自己组装的电视， CNN 的主播伴随着屏幕上的雪花出现了。新闻的大致内容啊，我可以看懂。最重要的是验证了2天前夜鹰出动的情况，说是在2个目标上投了8枚激光制导炸弹。根据夜鹰的载弹量数据分析啊，很容易估算出夜鹰出动了4个架次，分2组进行了空袭，而我们探测到了其中的1组啊，非常兴奋了。但是内心还是要克制住啊，冷静下来，把经过和分析都重新做了记录。其实我们在这边着急啊，我们厂里的张主任、老刘和技术组的兄弟们更加着急。由于我还没有时间回大使馆，也没有跟他们联系，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进展，或者需要再做点什么，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但是也没办法，是吧？只能等待啊。通讯不行啊，是吧？跟现在不能比啊。我这边也做了准备，虽然手头没有电脑，但是我把技术资料和过程啊分析都做好了笔记，这样有了电脑的时候，我可以第一时间整理好发出去，对吧？事先都准备好啊。第3天早上，我实在熬不住了，睡着了啊，就睡着了。又做梦到了小青啊，梦到了阿青，梦见了大山，跟阿青啊手牵手去牛角山玩，一路上说说笑笑，生活也许就该这么惬意啊！只要世界啊和平，生活就该如此美好，对吧？和平是最重要的啊！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了啊，吃了口罐头就准备开工。正在这个时候，海哥出现了。看到海哥有一点兴奋，也有一点不舍，因为海哥出现就意味着要回去大使馆。可是我还是希望有机会看看今天晚上的效果啊！毕竟啊，修改的线路上刚刚有了效果。抱着试一下的心态，我问海哥啊，可不可以晚1天回去？平时和蔼的海哥啊，微笑着摇了摇头，嘴里蹦出2个字：纪律啊，纪律。虽然没有身穿军装啊，但是我们的工作性质跟军人是一样的。纪律2个字啊，铭记在骨子里面了啊。所以再没半句废话，整理好随身的装备，跟着海哥往回走，回到大使馆。海哥告诉我，因为北约的封锁啊，以前随时可以出发的去罗马尼亚的路线啊，现在已经改成了每2天出发1次，不是每天1次了啊。大使馆跟厂里面商量，准备提前1天送我回去，也就是说，明天早上就要出发回国了。说到回国啊，内心还是很兴奋的啊，脑子里面想到的是我的父母家人。啊，想到的是白米饭、红烧肉，想到的是亲爱的同志们和兄弟们。然而，我也更加放心不下这边的情况，带着复杂的心情啊，直奔电脑室，就打开我的文档，开始输入那些我小本子上记录的那些资料。不知道啊，过了多久，啊，阿青出现在我的身后，我像看到了救世主一样了，喊了一声：“阿青！”阿青嗔笑了我一下，笑骂了我一声啊，说你喊那么大声干嘛？说实在的啊，我的打字技术啊，在当时还算不错的，蛮快的，啊，速度也就每分钟大概50-60个字左右的速度。我就问阿青能不能帮我的忙啊？阿青说啊，他手里还有点事儿，不过10分钟以后呢，可以赶回来帮我，啊，他就出去干事了。我突然想到了入场培训的技术保密要求。虽然小青是使馆工作人员啊，但是按照我们的规定啊，我是不能放松保密要求的。脑子里面我又快速的思考了一个方案。10分钟过后啊，阿青准时回来了啊，我已经把自己记录那本记录本撕成页页的，标了页码，然后呢，把资料页的单数页整理在一起，交给了阿青，并叮嘱他一定要在 Word 文档上面标注相同的页码，啊，资料的偶数页和分析报告由我自己来完成啊，对吧？涉密的内容啊自己完成啊。那些技术资料加上分析报告，一共要差不多大概5000来个字啊，5000多个字。小青的那个打字的速度啊，还没有我的速度快啊。我们2个人一直弄到晚上10来点啊，10点多
他整理的七七八八了，差不多了。然后呢，我拉着阿青的那个胳膊，让他一起去食堂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又送他回宿舍。在吃饭的时候啊，我告诉他，我明天就要回国了。他也替我挺高兴，哎呀，终于可以回国了，也看出了有一丝不舍啊，有一丝不舍之情。在我送他到宿舍门口的时候啊，我鼓起我全身的勇气啊，凑到他的耳边说了一句谢谢你，也不敢说其他的。小青的脸啊，腾立刻红了起来，更加好看了啊，那种羞涩啊，那种女孩子羞涩的脸真好看。我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回到了电脑室，把资料再整理了一下。那个时候没有 U 盘，也没有云盘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资料整理好，发一份回工厂，然后呢，在大使馆做备份归档。做好了这些事情啊，我再处理掉小青电脑上的资料，刚才输入那些我的文档，我就回去宿舍了。刚刚准备收拾行李，通讯室的人员敲了我的门，说是有电话过来了，让我马上跑去接电话。然后我过去一接呢，是熟悉的张主任的声音。张主任在电话里面气喘吁吁说车间一直在等我的消息，还派了个师兄一直守在电脑面前。收到我的邮件知道肯定有了新的情况，于是张主任跑到厂办给我打电话。要知道我们工厂是不能直接拨打那个卫星电话的，也无法直接联系大使馆的保密线路需要从厂办先打电话到北京的那个外交部，然后呢再由外交部转接到塞尔维亚的大使馆所以挺麻烦的。另外我们车间在一个洞窟里面，那个厂长办公室呢在厂区外面一个小楼里边，骑自行车从车间到那个厂办要差不多骑15分钟，就难怪张主任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在喘气呢，是吧？张主任想听听我的口头报告，然后呢看看有没有那些遗漏的情况，便于我在回国之前还来得及处理。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总是能够做到仔细再仔细，周全再周全。我把情况大概跟张主任汇报了一下，张主任考虑了片刻，认为在技术方面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但是关于 CNN 新闻的信息他认为可以再搜集一下。于是我放下电话，我就直接去找那个使馆的参赞了。已经半夜了参赞已经休息了，但是因为明天我就要回国了，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敲响了那个参赞的房门。参赞知道我的背景我简单的介绍了这些天的一些进展情况，并请他帮忙留意 CNN 的新闻报道。参赞答应了其实如果只是简单的看看新闻我直接叫阿青帮忙就可以了，还能顺便加深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但是呢，这是属于情报工作的一部分需要那个大使馆跟进帮忙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参赞参赞是负责大使馆那个情报工作的当然，由于密集的关系，参赞拿到信息之后会通过特殊渠道发送给我们厂办联络处，不会直接发送给我。忙活了一整天，五味杂陈。回到房间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笔记本我小心的把那个笔记本装到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边。我什么都可以丢我只要我命没丢，那个笔记本就不能丢早餐的时候小青早早的就等在了食堂，我就端着盘子坐在他对面，他跟我说笑着但是难以掩饰眼神中那种不舍。其实我更加不舍。吃了饭，看见楼下海哥已经等在院子里边，站起来跟小青说再见，然后伸出手想握个手。小青也站了起来握了一下，但是迟了一下才放开再握在手里多握1秒钟也好我是非常的不舍。但是个人情感相比任务更加重要。
虽然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啊，但是阿青啊，我不会忘记你的。回到工厂的时候啊，我已经在路上颠簸了90多个小时了。从贝尔格莱德出来，沿着多瑙河一直走，大概4个小时，就进入罗马尼亚边境小城萨维林堡。海哥只能送我到这里了，不过有罗马尼亚使馆的工作人员啊，已经等在了那边了。跟海哥告了别，短短1个月的时间啊，虽然说话不多，但是跟海哥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啊。这个湖北的汉子在我心中的地位非常高大啊，非常高大。简单吃了点东西啊，就跟罗马尼亚使馆的车啊，直接去了布加勒斯特。其实如果是自己开车啊，我真的可以沿着多瑙河一直走。多瑙河非常有名啊，两岸的景色也是非常漂亮，跟东北的松花江差不多。但是由于公务在身啊，只能沿着高速公路在科尔巴千山脉间穿行，大概过了2个小时，才进入了平原地带。然后呢，一路直行，在傍晚前后到达布加勒斯的亨利科安德机场。机场在布加勒斯特的北面，我们从西面没有进入市区，走外环直接去了机场。我就睡在了机场里边，方便第2天一早登机。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啊，世界各地的主要机场里面都有国际中转区，中转区呢有提供游客休息的地方，大部分提供的是躺椅啊、沙发之类的那些东西。因此如果要搭乘国际航班，不如早一点去 check in 啊，然后就去中转区找个地方睡觉。现在的中转区啊，基本都可以提供热水和 WiFi 了。更为重要的是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免费的。话说回来，第2天一早，顺利的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这一路算是非常的顺利。但是在莫斯科出现了问题，航班延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本来莫斯科飞北京的国际航班是晚上6点出发，我中午就到了莫斯科，机场的东西太贵，吃不起。还好，在布加勒斯特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拿了一个面包，我就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找出面包吃了起来。可是快登机的时候，得到通知航班延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飞，这下子烦了，我都虚汗都出来，饿死了。找了个卫生间接了点水喝，缓解了一下。接下来就是等，结果1个晚上都没飞。到了早上6点，通知可以登机了，我已经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差点饿昏过去啊！经过大概13个小时的飞行，回到北京，不夸张的说啊，进入海关的那一瞬间啊，我都直接想跪了啊！祖国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啊，太苦了，辛苦了啊！在航班上吃了大米饭，舒服多了，然后就要坐火车从北京回到工厂。虽然中间还要倒一次，那总归还是回来了。到了县城，下了火车，我基本上就没有人形了。15个小时的汽车，然后倒飞机一共35个小时，再经历一共30个小时的火车，什么样的身板都扛不住了。一下车，张主任跟老刘居然跑到站台上来接我啊！自己那个规格上去了啊！看到他们啊，我就马上瘫倒了。其实在北京上了火车，我的体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再倒火车的时候，完全凭借我自己那个想回家的那种意志啊，坚持着。看到他们2个人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一放松啊，我就真的挺不住了啊。据说等我睡醒起来的时候啊，已经睡了整整1天1夜，连饭都没吃，都累惨了。他们不知道我的宿舍的钥匙在哪里，就直接在厂门口的招待所啊开了个床。睁开眼睛，我一下就懵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然后就瞄进了旁边靠在桌子边上的老刘，叫了一声刘叔。老刘看见我醒了，非常的高兴，问这问那的，我就把情况大概介绍了一下。因为之前已经发了邮件介绍了情况，所以只是大概补充了一下细节。老刘听了还像孩子一样的高兴啊！他是雷达兵出身啊，能够把自己的成果转换成为战斗力啊，也确实值得高兴啊。因为这个事情
后来老刘获得了一等功啊，并且由工人转成了技师，继续在岗位上面发光发热。到2002年的时候啊，前后啊才退休。老刘说啊，车间上下都很高兴，等着给我准备庆功宴。我看天色还早啊，就先回去宿舍放下行李，先洗漱一下。后来啊，张主任接到厂办发过来的情况通报，从 CNN 发布的新闻来看，我们探测到的夜莺啊 F117 都是真实可靠的啊。后来空军的同志根据这些信息，估算出了 F117 的飞行高度。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也就是2000年前后啊，F117 对我们国家来说啊，已经不再是隐形的了。车间也向工厂进行了正式的报告。由于在测试过程中啊，存在偷偷的使用老毛子装备的问题，如果被老毛子发现了，就可能造成外交事故。因此啊，具体执行任务的我和负有领导责任的张主任都没有得到嘉奖和表彰啊。但是呢，我也知道自己的工资啊被默默的往上调整了3级啊，加了3级工资，不错啊，不错，实惠啊，是吧？多次受邀请去各大军区、空军一线那个部队战场和研究所，介绍战场情况，并有幸参与总参组织的关于现代空战技术的研讨会，并代表工厂介绍技术创新和发展。说句心里话，纪律就是纪律啊，没有纪律就没有战斗力。但是工厂还是比较讲求那这个人性化的管理，是吧？这也是我们工厂历经70年的风风雨雨啊，依然活力四射的原因，更是我们这一代一代的雷达人为工厂、为事业、为祖国，甘愿默默无闻奉献青春，甚至奉献自己生命的原因啊。工厂组织技术力量按照老刘得到了验证的那个原理啊，重新设计了探测系统。遗憾的是啊，F117并没有部署到我们周边国家，因此啊就没有办法在国内进行测试。啊，现在那个你看，美国人 F22那个部署在那个韩国啊、日本啊，是吧？包括关岛啊，这F22在我们面前就是裸奔，没有秘密啊。与此同时啊，经过78天的连续轰炸，塞尔维亚扛不住了。他们总统米洛舍维奇向北约投降了，啊，科索沃战争结束，投降了。哎呀，那不论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啊，在贝尔格莱德啊，我亲眼所见啊，我都无比的憎恨战争。那个小男孩无助乞怜的眼神，还有那凄惨的嚎叫的呼救的声音啊，始终萦绕在我的脑中啊，久久没有散去。好，本期讲完了啊，喜欢的老铁请点赞、转发、留言、订阅，谢谢大家。